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冠名播出，补水喝外星人电解质水。本节目由康师傅红烧牛肉面联合赞助播出，潮就要这个味。欢迎来到外星人电解质水中国潮音的现场。上周我们已经上演了4场精彩的主题对战，全国41组不同类型的音乐人，他们根据乐府令的主题自由选择、自由组队，分成了 A、B 2个阵营，在各自阵营中自行组成9个小组。因此，同主题的小组将依次展示自己的国潮融合作品。上周 A、B 2大阵营主题战的最后比分为1-3。B 组里面怎么会有这么多厉害的大神？蔡根布即便在这样一个歌里，也还是保持了自己比较缺的编曲方式，丝丝入扣、引人入胜的，就把我们带到那个氛围当中。一个音乐里面其实并不怕元素多，我觉得他们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周洋老师的这首歌能够让人产生很多思考和情绪，我非常感动。仙境，你们3个人真的都太棒了，无可挑剔吧。中国潮音的舞台属于来自凡间的怪咖，属于赏心悦目、满怀可爱的诸位。不同种类、不同风格的音乐人碰撞出独具特色的音乐，这些都是我们要探讨、要聆听、要寻找的中国潮音。欢迎来到由酷狗音乐与优酷视频联合出品的《外星人电解质水中国潮音》。好，接下来对战的主题是怪咖。B 组曲目浮夸，来自胡雪松、诡辩、张三米、林小游。哇哦，暗黑系。自我介绍一下呗。好嘞，行。我是诡辩。我是张三米。我是林小游。OK。OK。我诡辩。我们太奇怪了。我想知道你们拆开的话是谁跟谁是一组的？我们3个各为一组。可是你们3个看上去像是一队人哦。是因为我们仨都是怪咖。往茶馆泡一杯茶。我喜欢不按套路出牌，偏向于自我一些，不愿意去受到特别多的局限和限制。我的音乐上，我觉得是主要体现在他的精神上。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小游，喜欢搞稀奇古怪、洋琴的乐手。我一直在研发的电扬琴，很希望说能去打破对它固定的一个认识。葛老师的那个风格和三明的风格，感觉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可以是处于在中间这个位置，天地人的这种感觉。然后我觉得哇，就是我当时那个想象的那个画面就已经非常的让我很激动。我觉得，他们2个应该能碰撞出很棒的一个火花。好，那么把舞台先交给诡辩张三米、李小游。我们要做的这首歌描述的一个在常人看来一个比较奇怪的状态，效果是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只能说应该是我们做出的所有方案里面最有挑战性的一首歌了。
我就會講，但是無人來。我期待到無奈，也話要講，得不到終在。在世間偏偏有普通的路太多，屋邨你住哪一座？前外做工作中受過的忽視太多，自尊已爆經跌倒，總是能自他。做浮誇，記醒噓聲也不我在場有滿場的話表演你，看那舊歇斯底里物，以眼淚淋花，一心只想你驚訝，我舊時似未存在嗎？加重注碼，清間也現形。話我知，現在存在嗎？谁能往上做起？说着说着浮夸，拖不来了我，问你的紧不就呀？什么这样？寂寞中伤，可以让人飞天遁地，风浪不能自拔。无人谈恋爱的话，终其冲抽不抽，这种空洞就是人成长。无人谈恋爱现在才有我够不够？这种冲动就是人救命。都仍然未當過差，我是什麼貨？是國家有人格吧？自認真知㗎，我叫你做浮誇，誇張主人嚟恨嗎？寂寞到只泄露的話得到，注碼其實怕被忘記，只放大來掩吧，很棒但真沒有，世上還讚頌什麼？怎麼有話題讓我跨走大雨落？是我別再只看天花，我非你杯茶，也可盡情地喝吧。別迷茫也有才為你瀟灑。这我有点认知范围之外的。他们太到位了，就完全就哇，我非常羡慕他们这种勇气，真的，就是完全放开的去，很夸张的去演。我突然觉得，哦，我在看一个音乐剧。谢谢。我害怕，我对不起，然后对不起啊。这已经超越了我真的很不舒服，我受不了，对不起，让你们说吧。演得挺好，下回别演了，就是我受不了这样，那不是我的世界，不是我的世界，我不去啊的，谢谢啊。可以这么说吧，因为这首歌我们可能更想就是做我们自己想做的，就是去寻求一种艺术上面的摸索吧，想要把它做得更极致一些。浮夸这首歌，其实我们的点无非也就是在角色上去做变换。我的扬琴的部分编了很多这种像警报的一样的声音，在三明快要浮夸的时候，我就会有这个声音出现。小云用像一个第三人称在看待这一切，
三迷呢，他希望能够得到关注，这是《浮夸》这首歌它本来所赋予的角色和色彩。我呢，就是以自我反省一样的态度，将外表给收进去了，更多的是在内在的。我们希望表达这样一种状态。恐怖就恐怖啊，他们就是想要这个，不是吗？只是看就是观众接不接受的问题，我觉得很好。我还是很喜欢他们那个劲儿的。你要做一种风格，那你就把这个风格做到极致。我是挺喜欢的。特别是最前面女生的声音，我喜欢她就是那种很放的感觉。虽然那个时候鬼边还没有上来，但我想知道她前面唱 vocal 的时候，你是不是帮她垫了一个同度的低音的唱？是。那个诡异感就没有到吓人，但是我真的觉得那个诡异感是让人觉得想要探索的，是酷的。因为我之前有一首歌叫《顺流而下》，我知道可能没有太多人能理解我那个感觉，但是呢，我就觉得我就想要这样的方式去表达，所以我觉得我是可以 get 得到。谢谢，谢谢。我可以理解你们想要那种比较极致的东西，我就说我相对来说不是特别舒服的地方是女生的，就是副歌的最后一句话，你出去那个音啊，哇我知现在存在吗？它可能有一点点过了。包括男生在唱副歌的时候，就可能是 vocal 的那个劲儿，想表现的那个东西大了，会觉得有这样的。可能他们所谓的那种不舒适感，但是男生 rap 一出来的时候，我是可以接受的。我觉得那个很酷哦，很酷哦。这个确实非常难说吧。我觉得大多数时候人们喜欢自自然然发生的事情。作为那个薛之谦他的那个怪咖来说，你们是完成度还挺好。我觉得真有做到，像你们说是够怪的。好的，接下来5位乐府令进行表决。好的，恭喜诡辩、张三迷、林小游晋级。虽然表达方式上有一些过哈，有一些挑战性，但是他们的风格是统一的，包括电声扬琴、诡辩和张三迷。他们的表演是能够在一个作品当中是和谐共存的，但它有一些元素是可用的，那我也觉得这是一种可能性，你不要把它扼杀在，就因为我不喜欢，我比较相信存在即合理。下一组凡间，一组东北民谣，来自方磊、宋雨宁，音频怪物。加油，姚哥加油，加油！雷叔加油！几位老师好，来自我介绍了。大家好，我是一个音乐人，也是创作人方磊。方磊老师是以前就唱那个《依兰爱情故事》，就是方磊老师写的。对，被误认为是那个沈腾唱的，那个很久了。老妹儿啊，你等会儿啊，咱俩破哥们儿啊。老师们好，我是原创音乐人宋雨宁。只为老去会情长，一生怕荒唐。那个老师们好，我是原创古风音乐人啊，我叫音频怪物。好起来喽！姚哥。音频老师，从小听他的歌长大。谁家的情侣渐相渐远，强过浮生多少年。就在古风圈算是比较前辈、很前辈的一位老师。我第一次看到他本人。好，那你们先来吧。
39的梅花红了满山的雪，萧条指引月牙照人眠。小伙赶着马车，手里攥着长鞭，江风吹过他通红的脸。锣鼓声声正月正，爆竹声里落进一地红。家家户户都点上花灯，又是一年好收成。清明的江水滔滔流了多久？像那游子一去不回头，姑娘含着眼泪孤单站在门口，一眼望断了多少个秋。好有情绪啊！大雪封门在送财神，烈火烧不尽心上的人，霜花满窗，就在此良辰，我俩就定了终身。只与你成双，锣鼓声声正月正，爆竹声里落进一地红。家家户户都点上花灯，又是一年好收成。毛不易哦，听别人演绎的自个儿作品，而且还这么的深情，感觉不哭一把听不都对不起这歌。宋雨宁还是在这个表演中比较出彩的哈。对，他在那个唱中间有这个 back up 给来了一段，那块很精彩。对，就跟念白一样，特别的有味道啊。我非常喜欢方磊，他的创作非常喜欢，而且我觉得他的音乐透着自然，像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一样，没有太多痕迹。这歌方向是方磊老师想的吗？对，因为我看这个歌词就感觉其实好像是两个人在谈恋爱，但是这个男的一直没回来，是吗？大差不差，好的作品就是留给听众解读的空间。接下来5位乐评人要进行表决。恭喜方磊老师、宋雨宁和音频怪物晋级。三个人的风格不完全一样，但是在演唱上都很强的能力。听到同一首音乐有不同的理解，这也是我比较符合火烧想象的一个作品。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台上演出，每一个节目、上一个节目和下一个节目可能根本就不是同一个领域。39的梅花红了。
有的人可能他的表演已经很自成一派了，或者有的人安安静静的创作人，就是你要让他多做2个动作和表情，他都会觉得没必要。你碰上喜欢什么风格音乐的人，都不会有人觉得惊讶。哎，好渴呀，有水吗？哎，来瓶外星人补充电解质，补水更锁水。真解渴。接下来要出阵的是赏心悦目。赏心悦目，它不仅仅是一个你一眼看上去的感觉，悦目，当然是一个视觉上面的效果。我会觉得赏心是一种认同感，跟观众有沟通，让别人认同他，需要有一个意识上面的内心的交流。接下来有请 A 组魅力无限红狼喜琪。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iki 喜琪。到了中国潮音嘛，其实想在音乐上得到被认可，因为可能大家一开始会觉得组合这个东西，大家就是一群在一起唱唱跳跳，不是很靠谱。唱跳这个专业还是会有一些有色眼镜。女团能合作吗？女团恐怕有点难吧。没有，不会想。女团关键我不知道他们音乐风格是什么，但是尽量还是别合作。我感觉女团应该不太会选我，我应该不太会选女团。Hello, it's me。我觉得大家的潜力是不错的。红狼啊，非常厉害啊，他是李斯丹妮的制作人。大家好，我是红狼白云。嗷！因为我是少数民族，那我们广西的一些音乐也有很多想要带给大家的，希望可以把我们民族的东西让更多人听到。我想试一下，就是跟多族女艺人在一起融合，在中国潮音做一个不一样的东西。我的想法就是，我觉得可以做得到。树根茂盛，我荡秋千，是个菠萝跟大榴莲，看着星星都一闪一闪的，花光流星就是个心愿。
森林开满无限百列篝火的晚会，黑夜到白天。每一次心跳，你在我身边，每一次冲动给我的能量无限。怎么能抑制我心中燃烧的火焰，不能够停下这种感觉？就在今天，这一天，我要绽放。你看到照的心绽放着魅力无限。精彩！哇，真的是魅力无限，太酷了！红狼的东西也挺好的，我跟你说，他们少数民族那骨子里头啊，有一种东西是我们真的没办法有的。我跟你讲哦，你们这个节目整个下来哦，给2个字搞定。我跟你讲，用心呐，开玩笑嘞。哎呦，我还厉害喽，真的是对不对？哎，编排啊，什么那个节奏，那个都是好看的嘞哈。我跟你讲。其实有一个人我特别留意了，就这位短发的女同学，她在说话，对，她在说话的时候很愣，但是她跳舞哦，你整个吸引我眼球，很野。其实我们这个作品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的红狼老师完成的，他是我们就是整个作品当中的就是编曲师、作词，然后改词，然后改曲、声乐指导、录音师、修音师、整理师，然后服装设计师。今天还帮我抓了头发，就还是什么发型也是他做的呀？对。哇，你这个头发真的需要抓吗？就是狼哥是属于那种特别靠谱，领头王，狼王，领头狼。我也很喜欢，然后我觉得红狼真的今天让我刮目相看。谢谢老师。我觉得我没想到你能投入这么多热情在跟大家的合作，所以我觉得真的我非常喜欢你，非常感恩，谢谢。我真心觉得你们就这么合作吧，这是1+1大于1万的合作，为什么不坚持呢？哎，毛毛呢？毛毛怎么样？好呀，看得很开心哦，然后特别有风格，我感觉音乐和这个编的舞非常搭。其实最喜欢就是你们最后的那个斗舞开始往后退的时候，对。哦，我觉得那个超野、超性感的，对，那个动作。红狼他们的表演那个代入感，让所有的观众是跟着他们的节奏去进入到那个画面感了，并且我很喜欢它里面，音乐里面少数民族的元素，这是我们想要挖掘的。接下来5位乐评人要进行表决，是要发声啊！中国潮音嘛，我希望在各个节目里面能够融入更多，不仅仅是说是传统的乐器，还是说是新鲜的想法，是什么样的风格？期待之后有更多这样的元素，之后能看到。我觉得这个节目不管是门类、风格，选择是非常多的。那一群人的选择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门类，千万不要说避讳。我们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音乐搭配放到一个舞台上来。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冠名播出，补水喝外星人电解质水。本节目由康师傅红烧牛肉面联合赞助播出，潮就要这个味。好，接下来是大老师的主题，满怀可爱。快乐并不会让人觉得力量小，所以说我希望不管是什么样的音乐，都能够表达出真正快乐的力量。而且要有满怀可爱所向披靡这句话之外呢，还要有啾咪的采样。出阵的 A 组曲目《满怀可爱的童年》，蒋亮、张嘎怂、石荣山。这有意思了，一定要看得到爆掉。和他们对阵的 B 组曲目《中国功夫》，是 SNG 女团和邢寒明。
且两组来到舞台上。村长加油！加油！我的期待就是村长啊。村长，我觉得就是为了这个作品而生的人。虽然他的外貌完全不像这个作品，非常之破落的一个人，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村长他做 DJ， 他的作品都是提取最有效的那个东西，他有很多拼贴的痕迹，所以他很具有当代性。我觉得村长是一个真的是骨子里幽默的人，能做喜剧的人真的不是简单的人。蒋亮他们的舞台太炸了，哎，那女团特别可爱，这给我乐懵了，这是太逗了。我们的是满怀可爱，走向披靡。我们拍个照吧。哎，可以。拍照留念。来。这边就可以调。3、2、1，看一下照片。大家都是大长腿，走吧。不出意外的话，各位姑娘的服装应该也是服装老师给你们准备的吧？觉得好看的举手，觉得不好看的就不用举手了。来，3、2、1。觉得好看是吧？怕得罪人啊？哎，先自我介绍一下好吧？大家好，我们是 SING， 哎，不好意思啊 ，SING。我在看最左边那位同学，应该不是他们组合里的吧？他应该感觉是这边的同学。墨镜那位有一点点算命的气质啊。对呀。请问那位仙人在吗？还在吗？仙人？是我吗？我们主要想分清楚你到底是哪一队的。这一队的，对。哦，您现在服装卡在两者的中间了，哎。哎，那你们几个人这个搭配本身是怎么想的？啊，其实是我们主动选择的邢汉明老师。有一个缘分在，就是2019年他在鸟巢的那场《好声音》的决赛，就是我很巧就是去现场有看。祝贺李荣浩战队的秦汉明获得2019播出《好声音》年度总冠军。哎，来，另外那一队的来自我介绍一下，来。我叫蒋亮，我是玩音乐的，做音乐的，之前我就看过几个电影，然后我对村长是很喜欢的。我是一个 reggae 大部音乐的制作人。极客电影最高荣誉属于村长蒋亮。哎，我们村长，哇哦！老师们好，我是小喇叭手石荣山。我给你介绍一下那个石荣山，是因为他用唢呐吹爵士乐，然后我就把他的一个视频分享到那个朋友圈里面，然后大家都疯狂点赞。大家好，我叫石荣山，是一名小喇叭。不好意思，重来啊。放轻松，放轻松。哎，好，我今年23岁。还在读书。放松。哎呦，我太紧张。第一次录真人秀，哎呦我的妈呀，有点紧张，好尴尬呀。我手里没有拿唢呐的时候，手啊就不知道该放到哪里，就不是很自在。哎呦，你好，我是张嘎怂，我是个好玩的音乐人。张嘎怂老师是我从我读书的时候就喜欢了，他给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因为我本身也是甘肃人，我没想到当地音乐会那么去唱。我会在西北去采风，去搜集一些传统的音乐。喜欢我的人，他们把我的东西叫土潮。说实话，我觉得一帮妹妹们就是跟他们真的不是一个量体的，你无论是哪个方面，说实话是很难打过的。你知道这个感觉就像是你在那个动画片里，村长对美羊羊们。可爱，来吧，令人期待。
大家好，我们是叉歌舞团啊。哦，叉好酷哦。我们也有名字。大家好，我们的组合名叫连名带姓。哎，放狠话，来放狠话。哎呦！哦，你们还有抬轿子呀？怎么着是提亲去了？这是要干嘛？哎 Hello, it's me。什么呀？你拿了个什么东西啊？你怎么掉了？掉了！哎呀，摔了！什么意思？花呢？花啊，哎，花掉了，嗨。哎，行，放下，来，送给你们。把没掉的落在这儿了，把掉了的别在裤腰上上去了，是吧？这是个假花吧？还能装回去？村长，你重新来一遍，就当花没掉。哎呀！村长咬着它，咬着花。我心里头美的是冷里的冷，妹妹她不说话，只看着我来笑啊，我知道她等我的大花轿。哎呦，不行了，哎呦，那疼，哎呀，好疼啊！哎呦，什么意思？这大胖儿子抱着他，这什么意思？爱与和平嘛，可爱跟和平，送给女孩们鲜花。行，那哪边先演啊？女生先演，好嘞。接下来有请邢涵明、I 3劲女团带来改编作品《中国功夫》。我是一张弓，战死一棵松，不要做入中，走入一阵风。嚯，能这么站着不容易。原来是这样。这个是该穿这个衣服了。那确实是我错了。当时没错。哇，这好大呀！外面可爱出狼叫。可爱。他们的组合，我觉得天衣无缝，特别的搭配。对于大张伟的这个主题也是很契合，并且他们确实那个舞蹈是蛮魔性的，一看就能记下来。用到了 VJ， 用到了一些视频的对话。满怀可爱，所向披靡。编曲非常好，他们真的是有自己风格的，非常简练简洁。邢汉明同学，你整个都不能拿掉墨镜吗？因为，那个，我觉得我现在拿掉墨镜特别像后妈，我就先算了。什么像后妈？为什么呀？管了5个闺女，我觉得这样反而非常适合你，特别的萌萌的，特别可爱。秦彦明啊，是这样子啊，因为毕竟我跟你第一次见面，我现在不知道你长什么样。我觉得晋级了应该就能见到我长什么样。希望能晋级。跟你谈条件。太棒了，好，立马当场淘汰。来，好的，没有，开玩笑，哎好。我觉得这个表演真的很棒，但是我要跟服装老师道个歉啊，服装老师我错了，这次你是对的，就是你是配得非常好，非常到位，非常搭。邢少女中间拿着手机跟你们自拍那段是什么？那是怎么录的？那是因为那块地方他们这么跳的，我跟不上。他们一般都是把我处于那种放养的模式。1、2、3、4、5、6、7、8，2、2、3、4、5、6、7、8。然后我就不能参与其中了，就反正就是给自己加戏嘛。你那段不是加戏，是抢戏，好吗？特别可爱。我也是在舞台上，如果有不合适自己的那个
舞蹈动作啥的就没办法。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做法非常非常的巧妙，又很幽默，然后很聪明，又聪明又幽默。其实我们这种身体不太协调的人，在台上是非常有压力的。哎，那你能做刚才啾咪那个动作吗？不能，不能。教毛毛一下，我们这么着，我们陪着你做好不好？好呀，来，你教一下毛毛，刚才那个怎么做的？1、2、3、4，功夫，3、4、5、6、7、8，啾咪，2、3、4、5、6、7、8。哇，毛笔要做这件事儿，对不对？谢谢各位的表演，谢谢。可惜的就是没看到毛毛这样跳一段哈，可惜了，真的。就留下这个美丽的遗憾吧。真的吗？啊，这样吧，全场一起做好不好？我们全场一起做，毛笔老师逃不掉了嘛，对不对啊？好。1、2、3、4，啾咪，啾咪。可以点了，招财猫。啾咪。功夫。我觉得好可爱，声音真的太有特点了，然后舞蹈动作编的真的太让人瞬间就可以记住，我觉得这都是有效的地方。其实他这身装扮也有代表着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的一个灵魂的人物。对，因为你们后边那个屏幕里一直出现那个组合。没错，我们的裁缝铺老师，笛子老师，耶！还有大家印象很深刻的这些动作，由笛子老师为我们提出的。笛子老师是个特别有想法、特别有画面感的人，就是他不仅帮我们就是做了曲、编了曲，他还最大的程度化丰富了我们的舞台。所以我就说，邢少女这回是裁缝铺的编外人员哈。谢谢各位满怀可爱，谢谢大家，太酷了啊！我们来听下一段了，好吧？谢谢，谢谢老师。女孩子可爱，我觉得是理所应当的。可是我去想象3个男人可爱，我就觉得，万一人家做出那种反差感的话，我就觉得会有点，怎么办？对。你觉得你是可爱的人吗？你不觉得我们比较可爱吗？难道不可爱吗？难道？我觉得挺可爱啊。你们是可爱的吗？我觉得还是得看，其实我觉得就一个童心吧，就是你童心时刻得有，就是这种，丢手绢儿，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我觉得演这首歌的话，好像小时候的我在玩音乐。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个舞曲，比较健康，小朋友的运动舞曲。哇，狗狗变小了，好开心。可以满怀可爱，所向披靡；满怀可爱，所向披靡。哦，村长居然没有摆他的设备啊，拿了把吉他。来了，他又开始了。父老乡亲们，欢迎来到我们的音乐村庄。今个晚上跟上我们这个拍拍，嗨起来，好吗？
伙伴，美丽的好朋友。大风车吱呀吱扭扭地转，这里的风景呀真好看，天好看，哎地好看，还有一起快乐的小伙伴儿。大风车转呀转悠悠，快乐的伙伴手牵着手，牵着你的手，哎牵着我的手。今天的小伙伴儿，明天的好朋友。You and me are very good friends. I'm happy every day. Fast and good. I don't want to rap or for a roller to become the funny man in the next 200 years. 丢呀丢呀丢手绢儿，偷偷地放在小朋友的后边。丢啊丢丢手绢儿，大家不要告诉他。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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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绝了，绝了，这个只有他们能玩出来。哦，这个太炸了，这个太炸了，太好了，就没有标准，那个没办法评判不了。就这首歌响起的时候，我只有一个反应，叫掏出遥控器，加大音量。掌声破！哇，这演出演的所有人都开心起来了，我跟进了幼儿园一样。然后今天这歌怎么就变成这样了？不是要得加你的那个采样吗？我这惨样，我说有多惨呢？采样。都中间有很多莫名其妙那些特别棒的舞蹈，是谁出的这些主意啊？就是前几天看了 SNG 他们在楼下排练，有一天我就偷拍了一下。当然我不知道我们是我们要一起 PK， 然后发给嘎怂。嘎怂说：“哎，人家20岁，不能比的。”我就心中觉得哇操，如果我能变成那个状态多好。结果第二天他回来以后，就整宿在我房间，我们2个人就是女团舞开始。对，没想到他好这一口。对，嘎怂才是小啾蜜，对不对？然后后来发现我们3个人都特别喜欢那种那种一个比一个啾蜜哇。所以石荣山老师需要一些心理建设来加入这个团体吗？对，他本来是不愿意到我们这边来的，拒绝我们。他拒绝我那天晚上，他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拒绝我的，可能是就是想让我那种，哎呀，心里面痒痒的。哎呦喂，真恶心你们！你们这个组合好奇怪啊，真的奇怪。村长，我没想到你这么表演啊！嘎怂我可以理解，我真觉得啊哇，好开心啊！而且里面也是都像你的特别拼贴的那种。对。唢呐好像还用了步步高是吗？对，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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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是用了一个很简单的那个就是电子琴，就90年代那种，就因为不想做的很复杂嘛。嘎怂找了很多他那个地方的采样，什么驴叫呀，那个拖拉机什么的各种声音，像蟒蛇呀，什么挠痒痒啊，大家应该都。那是挠痒痒啊！我们以为是在原地在蹦不起来。
对，就是比如说你打电话说挠，哎呦好痒。好，那个亮颖老师，您觉得这种快乐的表演？我可太开心了，是不是？对，哎，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很痛苦不明白一点，就是说快乐的东西在舞台上演，它真的很高兴。然后为什么就是老有人觉得这个快乐的东西听上去就没有力量？没有，我要讲一句啊，我觉得做快乐的东西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每个人快乐的点是不一样的。对啊。我觉得他们今天这个表演就是真的准确的挠到了每一个人，然后并且他们很多小动作的设计，真的就是你最怕大胡子跟你卖萌啊，这个真的很吓人，这杀伤力很强。真的，唢呐那位老师再留点胡子，仨人一模一样。好的。对，但我觉得总的来讲的话，整个表演，我觉得一个是我们这一代人听到的每一首歌都是这就是我们的童年，就是很开心。听着这些童年记忆的歌，做着一些现在的年纪会认为幼稚的事情，就所有的这一些看似奇奇怪怪的点放在一起，它就是会给人带来很大的乐趣。我一直想说，其实，在音乐这个行业里，做快乐的歌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气的事儿，因为大部分人都会认为不安的、深情的那些较劲的东西很容易显得很高级，显得很有力量。但是村长一直忠于自个儿的美好，然后我觉得我特别为之而骄傲，特别棒的演出，了不起。这碗面属于你我的胃，这持之以恒的胃，历久弥新，温暖有力，是追逐梦想的坚持，是满腔热爱的信念。唱自己的歌，勾勒时代的梦，不忘初心，逐梦前行。英雄方知英雄味，康师傅红烧牛肉面，就要这个味。石荣山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乐手，其实你可以用你的唢呐来一段。好的，好的。谢谢。这个泛音真的是厉害哦！哎，那你这是什么原理？这个是我国著名的唢呐演奏大师郭雅志先生研究出来的一项伟大发明——唢呐活信。它可以解决唢呐难以演奏半音的这个问题。我是小喇叭手石荣山，我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全音和半音。这个是全音，这个是半音。由于唢呐是按孔类乐器，演奏半音没有西方按键的乐器更方便一些。那么唢呐如何来演奏半音？唢呐的活信中间有一个小弹簧，然后我们在演奏某一个音的时候往前一顶，就能顶出半音出来。以上就是我的分享，半音和全音的区别。谢谢大家。我觉得真的民乐、民族乐器的这个调式问题一直是个大问题来着，就没法变调，你只要换调要重新调弦。啊，所以我是觉得，当然中国文化里会说什么大道至简，所以我们不要转调就可以。但是我觉得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如果你想要，没有就真的很难。这个必须向你的老师是吗？对。啊，我必须向他致敬。我觉得所有文化都是进化的，不管是演奏者、音乐的，还有乐器的。大家一起为某一个理想去不断的去往前走，去创造更多东西。我觉得这种都是有意义的。请另外一组也回到舞台上。这个难选了哈。好的，接下来难题就留给五位乐府令了。怎么办啊？怎么办啊？都这么开心哦！大家更喜欢张嘎怂、石荣山、村长这组，就请亮出你们的字。
如果更喜欢R3G 女团和邢寒明这组表演，就请亮出扇子上的画儿给他们看。现在3。就我一个。所以薛老师给这边扇的原因是，就是他们也很可爱，我觉得他们走很可惜。谢谢老师，可以。谢谢老师。为什么满怀可爱是他们3个人来演？任何一个只要不是他们3个来演，我们说不定都能赢了。现在只是待定嘛。啊，行，好嘞，那还有机会就行啊。让我们恭喜可以救大怂、蒋亮、石荣山晋级。那感谢2位的演出啦，快乐，谢谢，快乐至上，耶！他们仨但凡稍微一严肃就输。对，辛苦了哦。然后谢谢你哦。我还骗了一朵玫瑰。我这给毛毛老师，你要使用直达令吗？对。这张直达令，送给邢寒明。好，恭喜邢寒明可以进入晋级区。首先很独特吧，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地方，它就是非常高水准的表演。那我也给了吧。薛老师，好，邢寒明同学，那我记得他的表现确实是不错。他的表现很不错，也是因为他的团队有配合了他，来跟他合作的请起立。小个管的朋友们，功劳应该属于你们2个，所以我决定把这张牌给 SING 来，好突然！他们组我觉得天衣无缝，特别的搭配，而且我觉得这帮女孩也蛮有自己的风格，然后我觉得反正我听完很开心。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在探索，究竟什么是国潮，但是有的是成功的，有的可能就未必。这个都是特别自我的感受。音乐里没有什么是有标准的、有确定的。山清水秀太阳高，好呀嘛好风飘，三步两步。我觉得你太过轻描淡写了，这个歌词可能需要放开一点点。民歌其实，如果你太冷静的时候，它那个味道就觉得总是觉得差了什么。抬头，让你转不休，回首，你跟我左右之挥，命运的曲折，让不是不求。莫管满季节，随时准备战斗，就算是前路充满荆棘，我也不会退后。是一个很好的表演，我首先说，但是太是一个表演了，我就有点闹不清楚。那个话筒杆摆的位置非常的准。风波动了谁的心弦，留恋却来不及告别。不会结局，哪怕只是惨烈。你就踹的时候，一看就感觉那个是编排好的，感觉所有的随心所欲都是设计好的这种感觉。他们的拧巴不是来自于音乐，他们来自于他们的形式跟他们的内容是很相反的，他们不自然。到现在有些不是我满意的作品，能明显看得出来，很多人不是在自己的舒适区，在配合。这里天黑，和世界赛跑都不想先飞，从无到有，再从无到有，失败都是我的心情。尺八这类的乐器非常自然，非常打动人。但是如果太满的时候，那个乐器的魅力基本上就没有了。所有力量往一起使的时候，就互相抵消掉了，把那个力量。大家都是第一次现场听这个尺八嘛，是不是？对，我们很想再单独感受一下。对对对，那个乐器实在太有魅力了。
这个乐器是我们中国诞生的一件乐器，它宋之后就断代了，离开我们有1000年的时间了，所以这2年才流传回中国。因为我来这个节目有一定的使命感吧，尽可能的去宣传，让更多人知道这个乐器，去让大家静静的能把这个尺八的原本的魅力去感受到。仙风道骨。尺八的那个声音真的冲击力太强了，我喜欢那个乐器，但是他们那个改编真的是不好。第一赛段的主题对战全部结束了，27组选手成功晋级，14组选手将进入待定区。我觉得杨博文不能走啊，全国也没几个尺八。中国超音独一根。我很想救尺八神。尺八神是我最开始去接触了解，然后发现特别合得来的人，就是特别想一起合作。但是我们的比赛还没有结束 ，A、B 两组之间将展开一场单人的对决之战，获胜方将会产生新的直达令。